在我分手之后才明白，气味原来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。闻到他用过的毛巾会伤心，闻到他路过的咖啡店会伤心，闻到他穿过的那双袜子也会伤心。我想，如果闻不到味道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伤心了呢？于是我再也不去闻花香，再也不去闻大海。果然，我再也没有伤心过。但我也再没有开心过。封闭了气味的我，就像失去了钥匙的门一样，拒绝接触任何情绪。儿子，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，快闻闻，多香啊！奎桑，这么颓废干嘛？快洗洗你的油头吧。哎呀，不就是失恋吗？以后过节我给你送花。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于森林中闻到初醒后的第一缕阳光，在原野间呼吸吐纳着轻盈的自由。我才明白，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它的味道，能治愈心情的气味不止一种。在空气闷热的房间，你可可乐喝上一整天，把里头先点上一根烟，许我往浮躁也都不新鲜，多么熟悉。无聊的一天从洗脸开始。准备登录。你说话吗？是螨虫，螨虫要让毛巾登入到你的脸上了。看来今天不无聊了。他想让我多用用它，洗脸、卸妆、处理粘液，还说它和浪到飞起的毛巾是不一样的。防尘盖的设计拒绝了湿气和灰尘的骚扰。哼，我可没这么容易被诱惑。就算它触感也很棒。直到他转给我200块钱。喂，看不起谁呢？这条毛巾跟了我18年，加钱。在长期无聊的生活中，突然出现了新鲜的东西，人们总会被它吸引。你有什么优势啊？你做什么的 ？Cleaner。酷。放弃旧的东西很难吧？有时候人生就得试试新的东西，说不定比旧的好呢。你自己选吧。是啊，试试吧。毛巾还留着做什么？洗澡用。渣男。小时候想去任何地方，哪怕是纸飞机都可以载我飞向月球。长大后不知道想去什么地方，开着真正的车也只是在赶晚高峰。我的工作朝9晚5，我的生活2点一线。我的被子里不再装着开心的梦，只装得下明天的闹钟。习惯了平庸的我，只顾着劝自己接受这世界的束缚，却忘了不断成长的自己早就有了挣脱束缚的实力。一直嚷嚷着任何困难都能把我打倒的我们，最后还是打倒了所有的困难，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茁壮的巨人，在看似平庸的日常生活里闪闪发光。或许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，整个世界到处都是想去的方向，但是确定了方向勇往直前的你，也拥有了肆意生长足以支撑自己世界的绝对力量。远方的灯塔湖面一闪一闪夹着烟，摇曳的帆船已经漂泊很久没提点，古老的航线后人是否还能去发现？好像一夜之间，身边的人都变得遥不可及。比我小1届的学弟实现了那晚酒后说的梦想，去了我只从书本里看过的埃及旅游。和我一起通宵打游戏的兄弟辞职当了游戏主播，刚刚换上了价值7位数的新车，就连楼下我最爱买的煎饼摊都做大做强开了公司，不仅能摊饼，还能给人画饼。只顾着站在别人光芒里的我，就以为自己是黯然无光的，把自己的光芒忘得干干净净，忘了那个小时候把裤子扎到胸口的我，已经有了让人喜欢的审美。小时候连上厕所都不敢举手的我，已经可以大胆地创作一些内容。曾经那个考59分就以为世界会崩塌的胆小鬼，现在可以拉着他的朋友一起走出崩溃的生活。这好像都是我在慢慢发光的证明。当我不再站在别人的光里，就可以清晰地看见，在自己慢慢蜕变的过程中，绽放的风光
有多么美丽。要让我的快乐蔓延，不只是在全世界遍布，要再努力一点，如果比别人少点天赋，假如对未来更多的感到。哇，这就是长大以后的我吗？还蛮帅的嘛。那当然。你在看什么？漫画呀，不知道9月怎么样了。哎呀，别看漫画了，没前途的，看这个。哦，好吧。哇，你看，我就说这个有用吧，这块表超贵的。它能干嘛？它可以，看时间啊。那还不如我这个好看呢。你看。耶，好幼稚！快，把这本书也看一下。好吧。这特点是时间短，主题鲜明。哇，这些车子都是我们的，哈哈，你看啊。这车跑得快吗？快，当然快了。比这样还快？玩具车，我的这些都是在马路上跑的那种车。切，那要那么多辆干嘛？要那么多？哎呀，我和小虫约了在家打游戏，这次轮到我玩紫月兽了。哎，等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游戏上，你再学这个。可在我家玩，我是可以用上下左右的。学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唉，说的是。哇，我这么年轻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，我，可是我怎么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呢？因为那些都不是我喜欢做的事啊。不行，你得开心一点。那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啊。唉，好吧，比起这些东西，还是快乐重要一点。那我可以回去玩游戏啦。去吧，玩得开心。耶！明天儿童节我还要看一整天的动画片。哎呀，那明天我也要看动画片。你不是说那些东西很幼稚吗？突然发现，幼稚一点还蛮快乐的嘛。咦，我长大以后怎么还是像个小孩子一样？哎呀，等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。那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呢。难道只有把时间精力花在自己身上才是做自己吗？对啊，只有爱自己才会幸福。你忘了你表白失败的那次了？前一阵子迷茫的时候，我参加过一个关于做自己的社团，我们会定期举行交流会。虽然这个组织看上去很奇怪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。所以说，做自己才是浪漫的开始啊！对，我觉得我们以后应该相互监督，让大家更加坚定地做更好的自己。好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群名就变成了每个人都会分享今天做自己的成就。我们也会线下讨论一些更新潮的做自己的方式。我想戴上耳机来一场松弛感爆棚的 City Walk， 感觉好酷哦，我也想试试。我昨天去了那个超火的网红店打卡，机油哎，爽啊！下次带我一个。我明天准备去给喜欢的人表白，你们看送这个怎么样？ Damn bro， 你要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，这样怎么做更好的自己啊？你要多做一些自己的事情，每天都在追寻自己的意义。虽然被群友们极力反对，但我还是想试试看。果然，马上就被群友们教育了一顿。可看着群友们每天都在讨论自己活得有多精致，自己过得有多松弛，就总感觉哪些地方怪怪的。这个就是我最想买的东西啦，限量1万件联名款，我超爱的。我这个亲笔签名，我可是排了好久的队才搞到的。我这2双运动鞋，一双给我妈，一双给我爸。我想带他们去旅游，看看别的地方。你不会因为你是他们的孩子，就一定要带上他们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想带他们去看看他们没去过的地方。你就没有什么只关于自己一个人要做的事吗？有啊，但我更想带他们去旅游。哎，完了这孩子，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而活，你不觉得压抑吗？没有啊，我还是觉得蛮开心的。这……难道只有把时间精力花在自己身上才是做自己吗？对啊，
只有爱自己才会幸福。你忘了你表白失败的那次了？那只能代表我错误地理解了那份感情。我不去找他就好了，但不能因为这样我就再也不去爱别人了呀。可你老想着爱别人，那就不是在做自己了。你应该像我们一样酷啊 ，bro。如果一个伟人，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其他人能吃饱饭，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为此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，能帮助到别人，他就是会感到开心。这难道就不算是他在做自己吗？我想做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更加自由。如果连做自己都规定了一个标准，那和不做自己有什么区别？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，他们不过是另外一群被标准束缚的人罢了。爱自己确实是做自己的表现，但去爱别人同样也是做自己的表现。不管你做的事是普通还是特别，只要你做了开心，那就是在做自己。你做的不开心，以后就不做。每个人做自己的方式都可以是不一样的。做自己是不需要讨论的。他真的怎么走去干嘛？他怎么走的？看来他找到自己了。